科技股係咁跌，啲人話係股災，但另一邊道指就破咗5萬點，創咗新高喎。有人歡喜有人愁啦，重倉科技股嘅覺得世界末日啦，揸住傳統股嘅就話牛市停不了啦。咁問題嚟啦，而家究竟係升市啊定係跌市呢？ AI 冇死嘅，但係死嘅好大機會係你買入嗰個價位啦。如果你個倉啊可能都仲係成手 Microsoft、Amazon 或者係嗰啲所謂嘅 AI 概念股呢，我相信咧你都已經有好幾晚瞓得好唔安樂噶啦。大家就算睇下好似 Nvidia 呢啲產嘅龍頭，雖然都開始進行跌升反彈，但係都依然都未能重上高位噶。市場都開始唔係同你講信仰啦，而係開始用估值驗收嘅角度同你去計數。Google 都直接俾市場一個數嘅，2026年嘅 Capex 可能去到1750億至1850億美金。如果加埋 Microsoft、Meta 同 Amazon 啦，四大巨頭今年合計 AI 基建投資超過6000億美元。以前呢啲係叫增長嘅信號，但係今次 Wall Street 嘅第一個反應係：喂，你燒咁多錢，幾時先翻本啊？好多散戶當然喺呢個時間都諗緊可以幾時執死雞去撈科技股啦。但我就要話俾你聽啦，真正嘅聰明錢 Smart Money 已經開始分流啦。由呢個純 AI 信仰啦，就轉咗去呢個 AI 收費亭。今日我就會用一個前交易員嘅角度，踢爆呢個2026年 AI 股冷卻嘅真相，並且同大家睇一睇一個90%散戶都會忽視嘅 value 股轉向清單。如果你仲想喺2026年保持利潤或者跑贏大市呢，呢條片你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。因為我哋已經正式進入咗呢個 ROI 驗收期 ，The Year of ROI Validations。2024年啦，你買股票係買夢想啊嘛；2025年你就係買軍備競賽。但係嚟到2026年，華爾街分析師已經好冇耐性聽故事啦。佢哋一打開財報，只係睇一行字 ：Return on Investment Capital（ROIC）。你買咗幾萬張 H200 晶片，究竟幫你慳咗幾多成本，賺咗幾多新錢先？現實係殘酷嘅，你會見到一個現象：上游賣產好似 Nvidia 嘅數字依然靚嘅，但係一啲做整合啦、做方案啦、做硬件交付嘅下游公司呢，就開始出現一啲無理嘅壓力啦。點解呢？因為 AI 嘅訂單搶得太狠啦，競爭又太大，反而要用低價去換量喎。如果掘金嘅人好似 software 公司發現其實好難掘到金，咁佢哋仲會唔會無止境咁去買產呢？呢個就係邊際效益遞減啦。如果你睇唔通呢點啊，你就好大機會成為接火棒嘅人啦。咁錢去邊呢？咁既然 tech 股太多人啦，咁資金都一定要揾出路㗎。喺2026年，資金就湧入去我稱之為呢個 AI 收費亭嘅板塊。AI 嘅盡頭唔係算力，係電力。根據美國能源部 DOE 嘅估計，數據中心用電量已經由2023年嘅 4.4% 去到2028年可能升到 6.7 至 12%。重點係呢樣嘢唔係平均分配嘅，某啲地區嘅電力壓力直接爆標啦。Tech 公司要訓練模型，唔可以斷電，所以邊個掌握咗電，邊個就掌握咗 AI 嘅命脈。所以第一類 value 股嘅機會就係能源基建啦。舉個例啊，好似呢個 Kinder Morgan、KMI， 好多人覺得佢係做天然氣管道好老土，但係因為喺2026年因為電網接駁排隊同埋容量嘅限制，部分地區嘅新 data center 好多時都要用到現場發電啦，同埋臨時嘅發電方案嘅，而天然氣嘅相關基建就食正晒呢個趨勢啦。KMI 就係負責輸送呢類燃料嘅人。你睇下 KMI 嘅數據啊，今年 YTD 都升過10% 嘅啦，再加埋佢大概4% 左右嘅股息，呢啲就係典型嘅 value play。估值唔貴啦，現金流又勁，需求又係剛性喎。當 Nvidia 喺度震倉嗰陣啦，呢類型嘅股已經靜靜雞幫你賺緊錢啦。我頭先講嘅 KMI 係輸送燃料嘅命脈，但係如果你仲係想要更加高嘅股息率呢，你就可能要睇埋呢個 ONE-OK 啦。OKE 喺完成咗對呢個 Magellan 嘅收購之後呢，喺2026年展現出極強嘅現金流能力啦。佢唔單止有天然氣啦，仲有呢個 NGL 液化天然氣嘅定價權，
KMI 穩啦，但係 OKE 咧更加係好息。OKE 目前嘅股息率依然維持喺5% 以上㗎，而且現金流足以覆蓋派息有餘啦。對於驚 AI 泡沫爆破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兩隻股啊簡直係雙保險，一邊收 AI 電廠嘅過路費，一邊收唔利息喎。講完管道啦，就要講電啦。好多人覺得公用股係悶嘢㗎啦，但係嚟到2026年 ，Nextech Energy (NEE) 絕對係一間被忽略啦、估值回歸嘅 AI 綠色軍火供應商啦。咁點解我覺得 NEE OK 呢？有兩個原因㗎。第一 ，Big Tech 全部都有零碳排放嘅承諾㗎，佢哋起 data center 又唔可以用煤電，一定要用綠電。而 NEE 咧係全美最大嘅再生能源開發商嚟㗎，手頭上嘅 renewable backlog 咧喺2026年咧依然係天文數字。簡單啲咁講 ，Microsoft 同 Amazon 依然排緊隊同佢買電㗎。第二係佢嘅估值 ，NEE 經歷咗前2年嘅利率殺估值之後咧，而家 PE 咧大概都係20零倍，個股息率咧就大概2.5% 左右，唔算超高息嘅，但係勝在有可見度。公司目標係到2026年前 dividend 仍然維持約10% 嘅年增長嘅節奏㗎。相比起 Nvidia 嗰種令人心跳加速嘅波幅 ，NEE 提供咗係雙位數嘅盈利增長啦，加埋穩定嘅派息，呢個就係資金避風港嘅定義。有電都有廠㗎，所以 Caterpillar、CAT 我諗都唔使多講啦。一個數夠殺㗎啦 ，backlog 510億美金，數據中心又要動土，電網又要升級，全部都用佢嘅車，呢個簡直係工業板塊嘅不二之選啦。除咗能源同工業啦，仲有一個板塊咧係2026年嘅黑馬金融 financial 啦。大家都以為咧降息對銀行唔好啦，錯啊！真正嘅巨頭好似 JP Morgan、JPM， 正係示範緊點樣用呢個 AI 去提升效率㗎啦。雖然 JPM 自身嘅投入就巨大啦，但係宏觀預期又更加緊要。有行業研究就估計啦 ，AI 推進可以令銀行業咧整體做到大約10至20% 嘅淨成本下降空間嘅喎。所以 JPM 呢類巨頭今年唔係再靠講故事啦，係靠效率同埋定價權嚟支撐股價。除咗銀行啦，仲有 CME 交易所啦，佢食正咗2026年市場波動大嘅紅利，係另一隻隱形冠軍。我為大家都整理咗呢個2026年價值股轉向表㗎啦，大家都可以睇睇個圖。能源基建啦 ，KMI OKE 咧就升勢強勁 ，AI 電力嘅背後功臣。工業龍頭就 CAT 啦，坐擁510億嘅訂單，食正呢個基建嘅紅利。金融巨頭 JPM 同埋 CME 享受市場波動同埋效率嘅提升，防守公用 NEE 跌市嘅避風港啦。數據都唔呃人嘅，直至2026年2月4日，以 total return 去計啊 ，VTV 咧。竟然都跑人 QQQ 咧，差唔多8-9%嘅，呢個差距係非常之誇張，證明資金係由擁擠嘅地方咧流咗去一啲性價比高嘅地方啦。講咗咁多曲啊，我諗大家最想知係點樣去調啦。如果你唔想去跟買，想自己去發掘下一隻嘅 CAT 咧，咁你可以點做呢？喺2026年，我有3條嘅篩選 rule 嘅。同2025年完全唔同。第一，睇現貨嘅 PE。以前我哋睇增長，而家我哋又要防守嘛。設定 PE 低於15倍，呢個係資金嘅安全氣袋。第二，自由現金流收益率 （Free Cash Flow Yield） 要多過5%，呢個指標係最關鍵嘅啦。代表間公司除咗維持營運啦，仲有大把閒錢添。喺高息環境或者經濟放緩嗰陣，只有 Cash is King 嘅公司先可以持續派息同埋回購，頂住個股價嘅啫。第三，機構持倉變化 Institutional Flows， 留意 Smart Money 做緊乜啦。如果你見到一隻能源股股價未升，但係機構持倉連續2季增加呢，呢個就係爆升前夕嘅信號啦。咁係咪叫大家要清倉 Nvidia 呢？都唔係嘅 ，AI 始終係未來10年嘅大趨勢。但係咧，2026年啊，你要生存就要用呢個 barbell strategy。我建議大家可以考慮下，將30%咧就放喺一啲非常核心嘅 AI 龍頭啦 ，Nvidia 啊、Broadcom 啊嗰啲做長線嘅信仰。可能4-5成咧可以考慮下轉去一啲 value 股，用嚟收下息啊，或者抗下跌。咁2成當然留翻啲 cash 啊，同埋啲短債啦。咁啊等咩呢？等科技股啊真正殺估值殺到出晒血嘅時候，你咪有子彈去掃貨咯。如果你倉位好大又唔想賣貨，咁你可能要學識用 put option 做對沖啦。2026年市場波幅大，買個保險啊嘛。就算 Nvidia 跌10%，你個倉啊整體可能都係跌1-2%，甚至有賺添。
咁呢啲進階操作，我可能都喺會員區再同大家講一講㗎。最後要總結一句啦，2026年唔係 AI 玩完，係盲目炒作嘅時代玩完啦。資金咧正在回歸理性，由虛擬咧去翻實體，由講故事就轉翻睇業績啦。邊個能夠最快調整佢哋嘅思維，擁抱翻 value 股，邊個咧就可以喺呢場財富大轉移入面成為贏家啦。如果你都覺得今日呢條深度分析可以幫你睇清楚局勢，記得大大地撳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翻我嘅 channel。當然想知更加多趨吉避凶嘅方法，都可以 join 翻我嘅 YouTube member， 連結就放咗 description box 噶啦。投資係一場長跑，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並肩作戰。我係 Philip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